跟你们讲，你们可能不相信哦，我刚搬家的时候，前2年对吗？我几乎没有还到水电费嘞。哦，你们家里都关灯了？哎，不要开灯了！哦，这样才有气氛。我今年不要还水电费啊！连那个水只可以用5分钟冲凉，5分钟。他冲凉在外面算这样子。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Hello， 欢迎收看 Kaki Chess， 我是西爱，我是 Brenda， 我是 Cynthia， 我是 Roy Peg。我们今天要来聊聊对吗？我们到底要先拼事业，还是要先结婚生小孩 ？Career or family first？ 你们怎么看？现在为止是要先拼事业，为什么呢？我要先赚钱。For context， 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有差不多2年多，现在我们要考虑找屋子，能结婚了。我是先组织家庭，然后再拼事业，因为我觉得如果我有那些力气，我有能力的话，我就先快点先生孩子，然后才想about事业。哎，这样你可以先 share 吗？有几个孩子？我有3个，我今年27，还没有27。没有，你最大的孩子几岁？我的最大的孩子5岁。5岁，然后算一下，22岁开始就生了。哇，22岁我在干嘛？22岁还在读书。我22岁，我 party， 我还在那个入那个桥那边。我想的跟人家有一点不一样了。我从有可能我13、14岁，我就已经在 club 我就已经很想要有自己的家庭。哦呀，来人家讲哦，我要做医生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妈妈，我要做那些，因为我不要在半途中，很像我的事业有可能 at a peak already， 连我忽然间哦，我现在要组织家庭了，连我 need to have that break。好像停下来，那是快 Good point 哎。不，你可以生孩子先呐，你生完了，你的 career 就永远不会 peak 哦。这是一个 good point。自从我做妈妈后，我的 idea of peak is very different。对，这就是我讲的重点。我就是 rather 跟他们 spend 多一点时间 ，rather than 很像我每次很晚才回家 take care of them。在 Royal 你呢？其实哦，我13、14岁的时候 ，right 也是跟他一样，就是我要 before 30，就是要一定有一个家庭这样。其实以前我也是有给我自己 timeline，来我26岁我要第一个孩子。可是 once 我踏入这个社会开始做工，因为我真的有考量到，就是如果我现在生孩子的话，真的会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我觉得你的对世界、对生活的一些概念都会变啦。因为我觉得你在经济上还是要比较稳定些。你才有这个能力去照顾另外一个人。那其实很多年轻人都会担心啦，就像你们这样，会觉得说要赚够钱才可以成家啦。所以成家，我们先讲第一步吧。成家的话，你要先买房子。在买房子的时候，你们有些什么考量 ？Oh my god！I think 每个人都知道，新加坡的房价很贵。But then I think 我们需要 acknowledge that， 我觉得政府有给的那些补贴还有 loans， 真的对我们有帮助了。其实我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那个时候我的老婆还在读书，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有考虑了，她是学生，她没有赚钱，我也赚钱，可你薪水越低，你的 grant 就越高。但是钱以外，给我现在的考量是 waiting time。但现在政府好像有推出那些 shorter waiting time 的 HDB，所以我会考虑申请啦。But the other option 是 resale flat。那个 shorter waiting 那蛮有用的嘞，我朋友有申请，就是少过3年，对吗？不然的话，因为 normal 的 BTO 要等4、5年，有些人等不了，就只能买 resale。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选择。对你已经有孩子了吗？你会觉得说一定要有房子才可以有孩子吗？那是本来是 if everything goes well， 真的是房子先来。Then 那是刚刚好是 COVID， 我的 contractor bankrupt， 整个 COVID 我已经生了2个，我的孩子都还没有。所以你是跟谁住？我跟我的in-law， 真的是4个人，我们4个人在一个很小很小的房间。我是觉得一定要有房子先，因为I can't imagine 就是我跟我孩子跟我太太还要跟我父母住，他们是可以照顾，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plus point。可是我觉得就是管孩子、顾孩子来，有可能我跟我的父母还是他的父母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而且一定会不一样。我也是同意的，我就是跟你一样。对。我觉得要自己的环境，其实我觉得要结婚前我都要有先有个家，我才结婚。这样我才可以有一个好好的，就是真的是 move on to the next stage of life， 而不是来一半一半在这边。我结婚了，但是我还跟我父母住这样。对，所以你要打你的孩子的时候，没有人看到的。现代的父母没有打孩子不可以打的。对呀，我们只可以轻轻在耳朵讲，你完蛋了。买房子是那个大笔的费用，但是其实也是日常，你不觉得吗？很多那些小小的费用加起来其实也蛮多的。很多人有可能还没有搬进去，你没有去买，
grocery right，grocery can really add up，而且是那种很小东西。以前我没有住了自己家的时候 right，I've never bought like hand soap。After that toilet paper， 因为有些用很快，然后洗衣粉啊什么，一大堆东西，然后你每次去一趟回来就好像花100-200块。真的，可是没有很多东西啊，对，来一点点哈，这样100了啊。actually 我没有去想 like groceries will add up 嘞。是的，难怪我妈妈每次骂我来。对，toilet paper 4 ply， 为什么你用这样快哈？呀，4 ply 嘞，很贵嘞，我现在要买才感觉到那个痛。对，真的，like 我的 husband 他真的 like in terms of， 因为我有孩子啦 ，even like 我们在买 diapers right， 我的老公会算一片多少钱呢？我有没一片多少？我哪里懂一片多少？我跟你讲，这个有 discount 一个卡灯这样。哇，but 不用紧，我 recently just 用那个 CDC voucher。哇，我跟你讲 ，CDC 是最棒的东西 ，perfect， 很像哇 free grocery for the month， 很开心嘞。我吃的东西都free。我现在是还在跟我家人一起住啦，then groceries 的是我妈妈会用，我们会其中一位去 claim 那个 CDC voucher， 然后 send 进那个 family group chat，then from there 是一个比赛来的，哇 ，first come first serve competition， 哇，强呀！你懂今年是 SG60 吗？所以其实我们有更多的 voucher 懂吗？600块。生日快乐，新加坡！快乐！老板嘿嘿，CDC 跟那个 HG60 的 voucher 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2组特别的 voucher 给你去用，而且好多是 HG60 是给个人的嘞。Yes， 那个 voucher 你更要家庭抢啊，那个不用抢了，就是你自己600块可以慢慢花。其实我在 online 有时候有看到那些 netizen 他们会 comment like， 我宁愿有 cash。我不要有 CDC voucher， 我了解呀，所以我了解为什么like 政府会like give money in the form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是因为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跟你们讲，你们可能不相信哦，我刚搬家的时候前2年对吗？我几乎没有还到水电费的，因为全部都是靠那个 USAVE 的 rebate。那可能呀，真的，我们可能没有煮饭，然后没有每天开 aircon 啊。你们家里都关灯了？哎，不要开灯了！哦，这样才有气氛。我今年不要还水电费啊。没有这样夸张，连那个水只可以用5分钟，冲凉5分钟。他冲凉在外面算这样子。出来了！这个我也是有 benefit 到，因为我每次回到就是我的爸爸的家，他们都会问你水电费多少，他会看你有没有乱花钱这样。他说我以前教你要节省，你有没有学会这个东西？还有那个 SNCC rebate， 我觉得也蛮有用的，杂费就不用还哦，就不用去想它。对，几个月可以不用还。这种杂费跟水电费这些东西 adds up to be a huge expense。真的，你没有看到，可是真的是对有痛的。Oh my god， 我们最近用那个 climate voucher 买一个新的洗衣机。Yes， 然后那个 lid right 不会 boom。It's slowly close 啊 ，correct。还有 soft closing。我新machine 这么开的啦，有嘞，它有 AI wash， 因为climate voucher 有400 right。I think 我们有 top up。差不多300吧，300-400，所以 actually OK 是半价，半价。我觉得这样 OK 哎。给我们除了谈房子，我们要谈小孩啦，就是说你们觉得说几时生小孩，要不要生小孩，你们有哪些考量？Oh please， go ahead。那你过分了，你有3个孩子。没有啦，因为我是 more of 我是 live in the moment kind of 人，我不是那种几时是对的时间，我要plan 这个 plan 那个。如果我想要做 right， 我是直接去做这样子，所以我不会去看来我有多少钱要省，什么。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个东西，那个东西真的来了 ，you will make it work。如果我没有生孩子 right， 有可能我在这个 age， 有可能我都还没有 savings， 我都还没有想要better myself and improve 我自己。所以他们是你最好的动力。他们 is the reason why 我一直继续的努力 and 哇，很伟大 ！Oh my goodness，I wish I was like that towards giving birth. Cause 我不是讲我是 live in the moment in terms of 花钱。I don't know when. What if I die tomorrow? If I don't buy this thing, at least I can use the bag one day. Actually， 我要问一下 ，like what's the one thing that happened right that made you feel like 哇？ Like so fulfilled to be a mother， 就是最小的东西。像我在弄 baby 睡觉的时候，我的2个孩子会进来，他们要睡觉，他们自己知道时间到了，他们会讲 Good night， 妈妈 ，I love you， 这些 part of 我为什么这么想要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有可能 is also to heal 我的inner child。就是我真的想要给他们我没有的，是很像small thing， 我带他们去 example 天榜 or what right， 我看他们跳，笑，很开心 right， 我都会哭的。It's like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 finally 可以
给他们我们有的。哇，很棒耶！哇，听得很感动哎。经济当然算这个东西，I think 我有看过一个 video，and I agree with that video， 就是大概算过 for a kid to 长大到大学完 ，you need about 300,000 basic very basic。Then of course we 就是不只是要他 basic 嘛，就是你希望可以跟他更好，最好的甚至。可是我觉得你这样算，你是永远不用生孩子。对，真的 please。没有嘛 ，OK 吗？就当然是every month over 不懂几年，对，你还没有 divide， then by 一天。对，所以你可以 apply 一个 discount rate。他在长大的时候，你还在赚钱嘛？对。你可以把它看成动力，我不可以，我会把它看成压力。你怎么看？ Oh my god，OK， 我觉得金钱方面，like I'm very aware right now， 我有 some luxuries in life that 我不愿意 give up。For example 啦，like 每个月可以出国 ，then 我会 end up like because of you I cannot do this and that。Yeah， 我怕我会这样想啦。So to join 他的 side right， 他们讲 that will change when the kid come out， 你就会很自愿的去不要出国每个月。It's very different 啦，how you see things。因为以前我也是，很像如果你们 right 也是年轻，你们真的是想要生，可是不知道钱方面有没有的，那个是我跟你讲你就要生。可是如果很像你有，没有 ，OK，don't move on，continue that point。Why？ 请加生，那谁给我钱？不是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忙，有很多 benefits， 真的有很多。我的孩子是去学校的 ，right？ 有 working mom subsidy， 有 baby bonus， 而且现在还有新的对吗？那个 budget 的 large family scheme， 要有3个或以上的孩子。哦 ，congrats！You made it！ 每年呢，你可以有多1000块，如果你的孩子从1岁到6岁之间。可是我想问一点，我不觉得很多人会因为这些 baby bonus 还是 large family scheme 去生孩子。要的话是自己已经要生，这个是一个 bonus 嘛。其实这个third one我们也是没有要生的啦，but you know。哦，因为有 large family scheme。没有。我觉得还是蛮多年轻人会考虑别的东西啦。我的事业会不会被影响？政府有在做啊，好像有 shared parental leave， 有很多东西都帮你。这还有 childcare 那边，对，他们一直在 lower childcare fees， 因为它有那个 childcare cap， 所以那些学校不可以 charge above a certain amount。对。I think recently 我的又下了一点。对，下了每个月下30，其实加起来是很多的。就是你们会觉得说，要事业稳，然后到一定的目标，然后你们才会生小孩吗？我觉得有些人冲事业永远没有算是一个顶峰还是一个高峰。对。所以你是要拼到几十你才放得下就可以家庭，除非你真的是讲你要做到那个 company 的老板啊。什么没有一个 peak 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有一点点借口的，包括我自己啊，我还在冲事业，只是我还没有想好。所以我这样讲 That's me. Yeah， 对。You say exactly what's on my mind. 对，所以因为人家问你几时要生，我就反正我没有去想那一点，我现在还在冲事业，因为就是事业还是孩子。我觉得我在 counseling session 帮助我生孩子OK， 因为我现在全职是做 content， 这个 like career path 不是很 stable， 所以我有给我自己一个期限like 如果我 maybe 1年后我还没有 like 什么成就，like I haven't reached my monetary goal， 那我会考虑去找一份 like 9 to 6全职工作这样。Life 是很 unpredictable， 我觉得我是一直以来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我的朋友给我最好的 advice 是 ，You will never be ready for a kid。never, always never。对我来讲，我觉得我的 timeline 我的生孩子的 timeline 跟我的 career 的 timeline 是不一样的 timeline。时间对了，然后 ready 了就去生了。你们会觉得说事业就是你们要先去准备好，因为怕有孩子的话可能会慢下来。你们会不会好像去上课啊 ，upskill 自己啊，做好准备，然后生孩子的话 ，at least 你还有个后路。我真的是有朋友真的是这样子，他们的 career peak 了。连他们才生孩子，他讲 actually 我不用赚这么多钱，他 rather have more time to spend with the kid and then like try to 自己做自己的 business， 很像可以照顾孩子 and work at the same time， 很像我朋友 interested in 很像 digital marketing 这种东西，these are things that 你可以在家做。but 他要有那个 skill， 所以就去学 about 这些 digital。我老公也是这样嘞，我老公他是读 food science， 然后一直在 food company 做。then 过后他对 HTML 啊这些有兴趣，他就拿休学去上，结果他就成功跳入 tech company。哇 ！then tech company 他们的 welfare 是很好的，然后 family friendly 的，所以因为他现在在 tech company， 其实对我们来讲，经济方面的话是work from home， 每天很多 welfare 拿一大堆东西。我回来了。所以我自己我觉得 SkillsFuture is the best， 因为有些东西 right 是你很想学，可是你看那个 cost 的价钱 right， 你是觉得 like
you will never spend on this，所以你会觉得不要。我的第一个$500是花 on 摆灯。我在学校有学过 Java，就我讲我现在应该去学摆灯，那个时候有帮助到我第一份工作。可是重点是，你看现在我的工作不一样，现在我是在拍比较多一样，我的 video 啊、广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在学日语。Oh my god！ 讲几句嘞？不要了。你讲啦，introduce yourself啦。我是可以讲啦，但我觉得没有什么 relevant 啊。不要逼我。所以我是在走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台湾，因为原来是台湾的人很会讲日语。真的没？对，台湾人都会听、都会看、都会读一点。然后那时候我的一点 video 我就掺一点点日语，但是效果都很好，所以我去学咯。哇，你很 inspiring 嘞。Thank you。但我也是觉得我需要去用我的 SkillsFuture 学来 upgrade 自己啦。曾经我有去 like SkillsFuture website 啦，因为我想 upskill or like maybe 也是可以来找一个新的 hobby。You know SkillsFuture 有 like gardening，对咯，然后有 like baking 那种东西，什么都有呀，什么都有，做 lashes、manicure 很多。就觉得不用怕吃你就算40岁以后你要学的话还是可以的。我的 in-laws 也是用那个 SkillsFuture to again go for baking classes and learn 我爸爸学什么嘛？将修电子的东西哇！连他现在在家里变成他的 project 嘛，他就我们的风扇拆出来了，他拆再装回去，他变成 Iron Man， 变成 Iron Man 钢铁人。而且就算你要中途转业，比如说如果你觉得说要做全职妈妈，对吗？但你怕的一下，你违反职场的时候没有办法。其实它有那个东西，它有 level up program， 你可以 level up，对。然后你边读书还是有 allowance 的嘞，所以你不用怕说你赚不到钱。哇，还有 allowance 呀，对你还有 training allowance， 所以我觉得是哇，真的很好。最后我们来谈一下你们的理想生活是什么？你们觉得说事业跟家庭可以兼顾吗？ OK， 我来 one step at a time。我现在买屋子先，OK， 等我 update 你们。我觉得我已经在我的理想生活。That's so nice！ How many people can say that? It's crazy。有可能我也没有要那种 I don't need like 大房大车。也真的，我真的觉得你有一个家，你有一个 loving environment，anything other than that 是一个 bonus 来的。我不觉得他们可以 coexist very nicely 的。At one point 一定会有一个地方 take 比较多 priority， 可是没有对或错。反而我觉得我的人生如果可以像他这样就是我不管我在做什么事业 right， 我可以养我的孩子长大，我自己回到家我是真正的开心。You give your best for the kid, then you really want 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找到。所以谢谢大家分享。其实不管走什么路的话，都还是有不同的援助可以帮忙。他已经让你知道是办得到的。可以的，可以的，看22岁都可以的孩子，可以的，不要抢他们的口罩。sorry， 我觉得不管你们要先成家立业都 OK 的啦，所以你也不用太 stress。OK， 如果你们想要了解2025的budget的话呢，可以看以下网站看一下详情。谢谢大家收看，喜欢我们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分享，拜拜。